Hello，大家好，这里是精灵。那上一支影片因为稍微风格比较严肃一点，所以我想这一支影片我想要把让风格稍微比较轻松放松一些。那这一次想要讲的主题其实就是我现在在用的主力机 XT5，那以及我想要讲一下关于从单眼转到这类无反的时候，我自己遇到了一些文化冲击，跟我自己怎么解决它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好，在聊习惯改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定义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区分职业用户跟一般用户的，这样大家聊起来比较会有共识。我认为，不管你今天拿什么等级的器材，只要你借由着摄影做到日常的收支平衡，简单来说，如果你的生活开销是3万块，而你能透过摄影刚好赚到这3万块来达到平衡，那对我来说，你就是职业用户。至于大家常讲的美感或器材，那都只是在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客户为了提升体验而买单的附加价值而已。我觉得这就跟叫计程车或叫 Uber 很像。其实你的最终目的都是想从 A 到 B 而已。那只是有人比较偏好宾士车，那有人希望比较偏好车子比较干净一点就好。大家都是在达成目的之后，额外的价值才能提高你的报价。除去这群职业朋友之外，我觉得这个前提之下，市场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一般用户。那摄影对我们的意义因人而异，有人是为了要展现美感，有人是兴趣抒压，原因太多了。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都很棒，因为相机就是一个很好入手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拿它来做点什么。而我今天提出的观点，完全是以我这一个一般用户的角度出发。当我换到了无反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无反跟单眼两者在设计上，或者是说它们的功能起点设计就不太一样，自然某一些操作逻辑就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观景窗的本质上就不同，这对一开始就用无反相机的人来说，可能就觉得理所当然，这有什么？但对于我们这种从单眼转过来的单眼原始人来说，真的需要花时间适应。我手边刚好没有 D850 啦，那我有类似的机器 D7000，它是我的起家机，那我就请它来当一下模特儿。那这类单眼的观景窗就是所谓的光学观景窗。如果要比较好想象，它就类似像是潜水艇用的潜望镜。你看到的画面并不是相机直接穿透相机，而是利用相机内部的镜子与物邻镜，把前方的画面利用光线的特性，像传球一样物理反射到你的眼睛里。所以光学观景窗看到的画面完全仰赖现场光线的物理反射，只要你没按下快门，现场光线跟现场景物的即时变化都会毫无延迟的如实呈现。但你按下快门的瞬间，因为相机内部机械结构反光镜就是那块反光镜翻起来的关系，观景窗会短暂变黑之后又亮起来，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拍下去了。接着你就很自然的移动眼睛去看后面的 LCD 萤幕，这时候你拍出来的成果就已经在那边了。当然，因为你有可能拍的照片实在是太鸟了，眼睛又默默回到观景窗那边来逃避现实。光学观景窗的特性就是让你看到世界原本的样子，它不保证照片的亮暗或颜色，但它保证的是你看到最真实的现场光线跟画面。当然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巨省电，它可以大幅度拉长相机的使用时间。只是这样的设计本身呢，其实会让相机体积变大，因为就是这样子的结构，你基本上让相机塞下一整块反光镜组，还有一个物邻镜，那体积自然是很难小的，那就有可能重量会变重了。好，这时候换回这次的主角 XT5， 电子观景窗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镜头看到的画面和观景窗是用电子讯号在进行传递而已，也就是说，你几乎可以把它当成一台小电视，你镜头看到的地方，它就会即时显示。这个即时显示不单只有包含拍摄到的范围，还有包含到你所有的相机设定，光圈、快门、ISO、白平衡，甚至因为光圈导致的背景模糊，相机都会帮你模拟出来。所以当你把画面移到你想要拍的东西上面时，电子观景窗呈现的已经是你照片的7-8成了。或者在一些更高阶的相机上面，可能是已经是接近9成的状态了。但这样也产生了一些情况，当你按下快门的时候，无反相机一方面要记录一张高解析度的照片，同时还要把看到的画面持续传递给你，因为它要传到观景窗里面嘛。
对于相机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相机不可能为了让你观景窗看得更清楚，所以就把记录一张照片的工作给搞砸。所以这时候你的观景窗可能就会有画面冻结、卡顿，觉得自己观景窗看到的跟你实际拍到的画面是有延迟的，因为这时候相机在忙。如果你今天拍摄的是一些比较转瞬即逝的主题，例如赛车，或者是尼康用户最爱的鸟类，或者简单来讲就是运动题材时，你就会出现你跟着主体一直在移动，但你相机一直拍照的时候，观景窗给你的画面无法让你判断你到底是跟丢了还是跟到了。这个情况在我上次去拍 F1 的时候非常明显。我在2年前用 D850，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狙击手，全程盯着 Sir Lewis 全油门通过1号弯。但今年我在拿着 XT5 拍的时候，我就会明显感觉到快门按下去跟我观景窗会出现一点点的延迟，所以当我就会拍到一些明显跟丢车子的画面。照我朋友的说法，就是那张照片就是车开走了。当然，高阶专业级的无反相机有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至于解决的方案，我们不展开来说，因为它牵扯了很多技术的方式，然后这些就跟我们今天的影片无关。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带出我个人对于这2个类型观景窗差异的总结。光学观景窗所见即是当下，你看到的就是世界原本的状态。它不保证照片的亮暗颜色，但它可以保证的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保持的最真实的现场光线。电子观景窗所见即是照片，你看到的几乎就是照片拍完的样子。晶片已经帮你把很多相机参数都模拟好了，萤幕上看起来有多黑，拍出来大概就有多黑。基本上你可以把握有7、8分相似，更别提可能有9分。那这样2个观景窗各自的特性，就会带给使用者不同的操作习惯，同时也会让大家因为这样的习惯开始偏好某种类型的灯具。以我自己拍 cosplay 或人像的经验来说好了，我觉得使用单眼相机有一个会让入门者会非常不顺手的地方，主要就是光学观景窗没办法做到所见即照片。这在室内，当你手上有灯具想要补光的时候，这情况非常的就明显，因为我们会遇到2种不同的灯具所导致的一些技术挑战。第一种情况，使用持续灯。举例来说，这是你，或者你是觉得这是你朋友也行，一个普通人买了一台相机，有拍到很多好照片过。今天你成功约到了一个 coser 朋友，让你拍你最喜欢的动漫作品，你们要拍 cosplay。你们约了摄影棚，为了拍到你想要的画面，你还跟摄影前辈去借了2盏持续灯。可是当真的开始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怎么明明照着网络上给的打灯公式布置光源了，为什么拍起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不是光线不对，就是角度怪怪的，或者是朋友的脸怎么拍都很黄为什么摄影棚明明是背景是蓝色的我怎么拍起来有点绿绿的为什么画面这么暗？然后随着摄影棚的时间越来越少，你心越来越慌，现场气氛越来越僵。coser 朋友为了配合你，只能保持一个1号表情，他笑得越礼貌，你心里就越凉。这时候就是要再一次提到光学光景窗的特性了。此时你眼睛看出去，透过现场持续灯的照射，现场一切看起来都非常自然，你眼睛看都觉得没有问题。但你忘了，你的眼睛是不会告诉你相机的白屏和歪去哪里，也不会告诉你现在的快门和 ISO 拍出来会不会过曝或欠曝。你按下快门，你才会发现照片变成前面那个鸟样。因为光学观景窗没办法像电子观景窗那样直接把你相机设定的白屏和曝光直接秀给你看，而无反相机所见即照片的特性，在用持续灯时完全是开挂，因为成果就直接在荧幕上了嘛，你可以及时的微调，拍摄的过程一定会变得更顺畅、更放松，然后一定会感觉到气氛比较融洽，你知道，就是这时候 coser 笑就是真的笑了。而第2种情况是使用专业摄影棚更常遇到的闪光灯。闪光灯是按下快门的千万分之1秒才发光的。在使用单眼相机时，摄影棚通常会比较暗，这时候用光学观景窗看出去，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啦。你可以看到一点东西，但基本上非常的暗。你完全只能靠想象，等一下闪光灯闪下去以后，大概光线会从哪边来，影子会落到哪里。我个人是从以前就习惯使用闪光灯的用户，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那个流程，那些盲抓闪光灯光影位置的经验，那就是我个人的技术积累。那换到无反相机之后，这套累积下来的经验也不会被浪费掉，反而因为电子观景窗的辅助，让我以前的习惯变得更省力了。
无反相机之所以可以在全黑的摄影棚还可以拍到人，是因为我们可以关闭一个叫做曝光模拟的功能。这时候相机会透过提高萤幕的显示，它就是一种类似一种电子增益效果，会强制把微暗的现场在观景窗里面拉亮。那这个功能无疑拉近了一般使用者跟专业用户在使用闪光灯上面的差距，因为它可以帮我确认一些即时的画面细节，例如画面有没有水平，有没有歪掉，或是对方的妆容、假发有没有问题，刘海还在不在，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在这以前用单眼拍闪灯的时候，很容易拍完了才注意到。这也是让大多使用者越来越愿意使用持续灯作为拍摄主力的原因，因为搭配电子观景窗，直接微调，不啰嗦。靠北，前面有点讲太多。当然，除了一些硬体结构上的大改变，当我拿到富士相机之后，我也花了一大段时间去熟悉它的选单逻辑。以前用单眼拍完就是回电脑拉RAW档，很少直接去动相机内建的优化功能。但换到富士以后，为了追求大家最爱的那些直出好看，我也开始当操作业仔，把网络上各种热门的底片模拟啊、自定义参数要放在相机里面。但也因为这样，我发现富士的选单有一种很神奇的联动或互相锁定的关系。我每次遇到，我内心都会 always what the fuck， 怎么动了 A 设定 B 设定就突然不让我动了。最经典的例子，动态范围 DR 设定。那时候我抄了一个跟网络上的，反正我就是抄了一个网络上的底片配方，然后顺手把我的 DR 改成400%，结果下一秒我就想回头去看我的 ISO 的时候，我心里就直接大场就直接疯掉。我说不是，为什么我的 ISO 最低变成500了？原本的125跑去哪里了？对于我这种有严重高 ISO 恐惧症的患者来说，我当下直接在心里发疯，就是把125还给我啊！相机怎样？是不是坏了？当我上网 Google 以后，才发现没有，就这功能的逻辑就是降低画面反差，然后多保留一点暗部细节，所以这个系统必须强行提高最低 ISO 的限定。OK， 相机真的没坏，坏掉的是我的脑袋。直到现在，偶尔我手残乱按到，我看到 ISO 怎么又出现那个低消的时候，我瞬间都还在脑里惊呼：靠北老哥，你又来了！而且，如果你在抄的配方里面还动到了另外一个很神奇的设定，叫做清晰度，那你就会真的体验到什么叫做卡成狗。只要清晰度不是0，你每次按下快门，相机拍完照片就会硬生生的在荧幕上卡个大概1秒左右，显示处理中。我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我想说，我是不是买到一张烂的记忆卡？是不是就是那张创建记忆卡在搞我？它需要花时间读取，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没有，单纯是这个设定太超相机晶片了，它需要时间去算这个参数。但假如你今天拍赛车需要高速连拍，不小心转到那个连拍模式时，这个清晰度设定又会被系统强制归0哦。这也是我这次在拍赛车场注意到的，因为我发现我连拍时很顺，然后一转回单张拍摄，相机又跳出那个处理中，然后我就知道 ，OK 老哥，你手到底有什么问题？一直按到你。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是我个人的习惯所导致的，就是电子快门基本上没法触发闪光灯。当然这没有绝对啦，就我所知，现在高阶的专业的单眼其实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我这台有。我个人看完无反之后，我很喜欢用电子快门，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能不使用实体快门，我一定会选电子快门。首先，大家对于传统单眼的印象看起来虽然很专业，但使用那种高像素的相机的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常听到有一个叫做安全快门的逻辑。尤其高像素的相机，因为像素比较密集，那对于震动非常敏感。我有个时期对于快门连的那些震动都非常在意，总会觉得那是我拍糊的原因之一。但后来事实证明那不是。所以我使用 X-T5 的时候，大部分都使用电子快门。当我发现使用电子快门时，相机是不会触发闪灯的，你怎么按就不会触发。这情况当然也是因为无反相机的特性导致啦。详细原因，我想之后的影片我会详细解释。我现在简单来说，就是传统电子快门因为读取速度的限制，加上闪光灯的特性，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会有一道很丑的黑屏断层。那厂商为了避免这种失败照片，所以就直接设定成你开启电子快门时不会触发闪光灯。所以我个人到了今天，为了这样特殊的情况，都有留一个特别的设定档是 for 机械快门的，就是为了确保我今天要拍某些摄影题材时，我不会按半天闪灯都不会亮。讲了半天我的一些阵痛跟困惑期，好像我对富士相机有很多抱怨，但其实不会，我非常喜欢富士相机，没办法，它是富士，它拍出来的颜色就是好看。我每次看到成品那些操作上的那些 what the fuck， 都好像变成是一种情趣了。富士适合我。
好，那以上就是我使用从单眼转换到无反时遇到的一些文化冲击。那说这些文化冲击吗？反正就比较像是原始人终于用到现代人的东西了，所以产生了一种原来这东西可以这样子用的感觉。那科技非常进步，有很多功能，其实在我那个时期刚开始玩单眼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说，靠，原来有这个功能。那反正科技这么进步，也代表着一般人拍照的成本就更低。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一般人就可以越容易用摄影来表达自己的美感，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情绪，或做成一种情绪输出的手段。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那影片到这边，那下一支影片的话，我会想要预告一下我另外一台机器啊，也感谢朋友借给我这台机器，让我可以完成一部分的拍摄。那台机器我自己有用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它是台好机器，所以我特别有准备了一支影片，想要跟大家介绍这台机器它的存在。那就请大家稍微期待一下咯。那我是金玲，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